特朗普点赞乌军行动，说干得漂亮。日本追加50亿美元援乌资金。俄罗斯变相向乌克兰求饶。乌军发起战略大反攻。蜘蛛网行动和炸断克什大桥后，乌军接下来会炸哪里？乌军无人艇再袭克什大桥。俄最大发动机场失火。英国投资3.5亿英镑向乌提供10万架无人机。蛛网行动新战果披露，北约认可摧毁41架俄战机战果。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今天火力军要先告诉大家一个颠覆你们认知的事情。据美国《时代周刊》的最新报道，特朗普在与日本首相石破茂通话中，极为罕见的公开夸赞乌克兰这一次干得漂亮。石破茂也立刻回应，确实干得漂亮。紧接着，石破茂就宣布日本将对乌克兰追加50亿美元援助，算上此前已援助的110亿美元，日本对乌援助已达160亿美元。难道日本也要争援乌榜单的排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特朗普和石破茂的通话是美日双方首次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讨论，而他们的通话内容也让火力军看明白，特朗普虽然嘴上说不愿打仗，但只要乌克兰真打出成果，他还是会第一个站出来点赞。果然，对俄乌战争来说，火力真的就是正义。当然，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的善变属性，其和其团队的态度是否已向乌克兰靠拢，还有待商榷。如美国众议院的乌克兰小组特纳此前曾撂下狠话说，必须让乌克兰站着赢，不能跪着降。但6月4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维克却表示，特朗普暂停了一项由82名参议员支持的大规模对俄制裁法案。这总不能是看俄罗斯太可怜，不愿制裁了吧？甚至有消息说，这是美国退出和谈的第一步，因此美国的态度仍需观望。不过这也让我们深刻理解了捍卫正义这个词，只有维护国家利益才是正义。特别是在看到乌军无人机接连打掉俄方战略军事资产后，美国简直是心花怒放。当然，暗自高兴的何止是美国，日本和整个北约、欧盟国家都倍感兴奋，因为打掉俄战略轰炸机就相当于打掉了莫斯科战略武器空击力量，除去了其头上悬着的利剑。毕竟多年来，苏俄总是挥舞着核大棒耀武扬威，让世界多数国家既反感又无奈。如今被打掉，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最关键的是，从6月1日接连开启的蛛网行动，2月摧毁俄洲际导弹生产工厂和摩尔棱斯克核潜艇基地，3日炸断克什大桥的行动，让这些国家看到了乌克兰打败俄罗斯的希望。这大概率会成为撬动北约、欧盟阵营一起团结抗俄的杠杆。这为乌克兰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克里姆林宫则会因此陷入更大的政治与军事被动。如俄外交部特别事务代表米罗舍尼克6月4日在接受采访时称，乌克兰对俄本土军事目标的打击活动是叉叉袭击，其核心目标是迫使莫斯科退出和谈，在让俄罗斯背上不愿和谈的负面形象的同时，自己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舆论支持。他强调称，莫斯科绝不会上乌克兰的当，并表示俄方将于6月底与乌克兰展开第3轮和谈，但不知是不是服软。米罗舍尼克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乌军不能再袭击俄罗斯机场、大桥等设施。而不出意外，普京也在当天的讲话中也借机把不愿意和平的责任强加给了乌克兰。俄罗斯从颠倒黑白到语无伦次，再到变相求饶，看得出乌军这几次教科书级的打击已经重创了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定力。这种博弈心态又怎能不败呢？唯一让普京感到欣慰的，可能是金正恩在6月4日说要力挺俄罗斯，称将无条件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但这种口头支持顶多得到一个心理安慰，想要获得实际支持，俄罗斯必然还将付出一些代价。另一方面，大家说乌军接下来会炸哪里，来将胜利雪球越滚越大呢？在讨论之前，我们要明白，从乌军摧毁俄空军战略投送力量，到让克什大桥变成危桥，其目标都是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因此，这一系列动作很可能是乌军发起战略大反攻的前奏。乌军在对俄境内5座空军基地袭击后，摧毁了其34%的战略投送力量。俄罗斯此前有110架左右的战略轰炸机，被损伤34%后，另有30%的战略轰炸机不能动，必须留出来执行空击投射核弹任务。加上这些俄战机都是老旧机型，是否能顺利升空，我们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毕竟俄罗斯在保养维护上名声可不太好。数量与投入使用是两码事。以二战德军的一个虎式坦克营为例，其名义上有36辆虎式坦克，除去保养维修与损坏的，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不超过10辆。也就是说，如今的俄空天军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挂载巡航导弹在防区外袭击乌克兰或支援前线作战的力量，即便没有完全失去，战略投送能力也大幅下降。而其余如苏34、35以及不足12架的苏57战机，在对决乌克兰空军的 F-16幻象和升级版的米格29时，并不占优势。至于原因，火力军在上期视频就提到，乌克兰的蛛网行动损毁了2架 A50 预警机，也就是说，俄军目前能用的预警机仅剩下1架老旧的 A50，而乌克兰则有瑞典援助的2架萨博340预警机，在空中预警方面已经超越了俄罗斯，且乌克兰空军还接入了北约的军用 WiFi 数字系统，空战能力开始翻倍。当然，若是盟友再给乌军 F-16升级就好了。这样一来，失去眼睛和空战指挥平台的俄空军战机，在未来超视距空战中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而在丢失制空权后，俄军滑翔炸弹自然也就投不动了，更无法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再加上前线俄军装甲资源损失殆尽，只能靠摩托车进行突击。在这样的情况下，若乌军在空中力量掩护下发起大规模的装甲突击，俄军将很难抵挡。这时有人要问，乌军装甲力量难道就没有损失吗？大家只需知道，乌军在得到盟友大力支持后，目前已拥有41个满编机械化旅，是世界上装甲密度最高的军队。此前因为被俄空天军压制，一直不愿进行无谓的牺牲，如今这种现象正在消失。另外，乌军重创科什大桥，相当于截断了南线克里米亚、赫尔松与扎波罗热战场的俄军补给。此后南线俄军只能依靠轮渡补给，但轮渡数量毕竟有限，还要遭到乌军的无人艇攻击，失去补给的南线20多万俄军最后的命运可想而知。总之，在俄黑海舰队讨论战略空军和预警机被去军事化，装甲力量逐渐枯竭后，乌军的反攻窗口正在被打开，将很快把战略僵持转化为战略反攻。只需等待俄军事资源无法支持其前线作战后，乌军必将集中空中和地面力量对俄军发起雷霆一击。在战略反攻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乌军接下来会炸哪里，从哪儿完成突破。很明显，选择乌南战场实现突破大的概率更高，更何况乌军对克里米亚和科什大桥的打击行动还没有结束。据开源情报报道，在第一枚爆炸装置重创科什大桥后，当天下午14点50分左右，科什大桥附近发生了第2次爆炸。现场画面显示，大桥周围的海域翻起了汹涌的波浪，不断喷发出10多米高的水柱，同时伴有耀眼的火光。据悉，乌克兰安全局本次突袭科什大桥使用的武器可能是马利奇卡多用途无人艇。该无人潜水器有多个型号，本次出动的或许是6米级，最大航程1000公里，造价约38万美元。不过，对于此次爆炸，俄方则表示，其使用柳叶刀无人机拦截了乌军无人艇，坚称没有给大桥造成任何破坏。而此刻，距离乌克兰发起第一轮攻击的4点44分，不过才过10个小时。结合马柳克局长的暗示以及乌克兰情报部门的神通广大，因此火力军不排除乌军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如使用伪装货船在远海投放这种无人艇，攻击俄军在其他海域的基地，如波罗的海舰队、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相比已经被打残的黑海舰队，俄罗斯海军剩下的3大舰队还有不少可以攻击的高价值目标，尤其是充当俄核力量支柱的核潜艇。在6月1日的蛛网行动中，不就攻击了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北摩尔斯克吗？相比只能携带几公斤炸弹的 FPV 无人机，能够携带数百公斤高爆炸药的无人艇，攻击力明显更强，造成的损失也将更大。对了，对于普京指责乌军进行叉叉袭击，马柳克局长强调，对科什大桥的攻击是完全合法的。他称，在我国领土上绝不允许有任何非法的设施，任何占领行为都将遭到我们的严厉回击。与此同时，乌军还在昨夜向克里米亚多地发射了无人机群，并和俄防空系统展开了彻夜交火，包括科什大桥和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等地都一度暂停了交通，禁止车辆和船只进出。甚至有消息称，乌克兰正在使用改装版的海王星导弹对克里米亚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攻击，详细消息和战损估计很快就会传出。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还继续打击了俄后方军事设施。综合诺尔报告和莫氏新闻的报道，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阿夫托季泽尔发动机厂和罗斯托夫州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均发生了火灾。前者是俄罗斯最大的军用发电厂之一，为前线俄军提供了大量的卡车和其他零件；后者是袭击乌克兰的俄战机据点。火灾发生时，该基地的燃料仓库和一处飞机准备场同时燃起了大火。虽然起火原因还未知，但2场火灾同时在一个机场发生，也让外界纷纷猜测是不是乌军潜入发起的袭击。截至目前，俄方对此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此外，在接连击中俄后方多个关键设施后，乌军还向俄边境发动了攻势。据 RBC 新闻报道，乌军第225突击团在库尔斯克境内发起了空陆联合突袭。在空中，乌军通过 FPV 无人机群对俄军阵地上的一条关键轴线投掷了密集弹药。在地面上，乌军的自行火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给予了强大的火力支持。两者结合，先后打掉了俄军的掩体和战壕。紧接着，乌军突击队发起冲锋，一番交战后，占领了俄军的数个据点，建立起了属于他们的防线。具体的战场状况有待进一步确认，但这清晰表明，乌军已经对这块俄罗斯领土重新发起了攻势。与此同时，据奥斯特频道报道，库尔斯克的雷尔斯克一带还遭受了数十架无人机的狂攻，俄军的防空系统被迫整夜运作，但似乎并未将其全部拦截。当地工厂附近还是闪出了明显的火光，同时伴有剧烈的爆炸声。现在战况还不明朗。不过，这也是近1周内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发动的第3波袭击。早些时候，乌军曾重挫利戈夫火车站的俄军驻地，甚至在克列涅沃区域，乌军的海马斯导弹还击毁了俄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永久基地。俄军方面则展开报复打击，对乌克兰的苏梅、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导致乌克兰多处住宅楼和购物中心等大量基础设施被毁。如在尼古拉耶夫，俄军一架米格31发射了匕首导弹，导致当地发生了大面积停电。又或是俄卫星网报道说的，俄军导弹部队发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远程打击了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乌军第33、158摩步旅的训练场，精准地摧毁了这2支乌军旅的营地。总之，俄乌双方现在都进入了高频率的互攻模式，和谈可能会因此而变得困难。苏梅前线，俄军使用多管火箭炮朝市区重新攻击，结果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俄罗斯到现在都没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乌克兰都已进入摧毁战争潜能 3.0 版本了，俄军却还停留在导弹无人机袭击住宅阶段。这种无效打击只会徒增仇恨，并置俄罗斯于更深的道德漩涡。而乌军方面在苏梅边境成功击退了俄军的新一轮攻势，并于战斗2小时后俘虏了一支俄军突击队，人数大约为9人。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详细的战况还有待确认。近期苏梅地区并不太平，战事正不断升级，俄军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突破，占领了好几个村庄。但随后就如外界看到的那样，乌克兰对俄各大空军基地发动了猛烈袭击，造成41架各式战机损毁。此举有效缓解了俄军对苏梅等地的攻势，俄军则趁势发起了反击。总体上，该方向的战事仍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俄军并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哈尔科夫方向，俄军自食恶果。该方向的一个乌克兰旅报告说，由于俄军此前对哈尔科夫定居点的毁灭性打击，导致现在进攻的俄军无法躲避乌军无人机，只能被动挨打。目前该方向俄军的伤亡正在快速攀升。托列茨克方向，俄军目前正在城市北部巩固控制，并攻击城市西部矿井和东北部的库尔久米夫卡。从地图上看，俄军目前只在谢尔比尼夫卡保持阵地，俄军为拉平战线，正不断以小分队进行渗透，但很快被发现并消灭。截至目前，俄军没有丝毫进展。乌总参谋部还发报告称，近期在附近作战的乌军第412无人系统团屡立战功，击毁了多个俄军指挥部。披露的视频显示，该团的无人机和火炮每次都能密集覆盖俄军的控制区。红军村方向，乌军在该市东北方向的马利尼夫卡附近，同前来进攻的俄军进行了激烈交火。据报告显示，6月4日，俄军动用10辆步兵战车和超过16辆摩托车对乌军阵地发动了一次袭击，目前战斗正在进行中。在南部，乌军报告说，俄军正在向红军村调集更多的兵力，以加强小型步兵群攻击。目前俄军正沿着3条平行的竖线推进，伺机在战壕据点、战术高地上的竖线和低地中的森林种植园中占领了新的阵地，且越来越多的使用摩托车和车辆进行突击。南部扎波罗热战场，乌克兰空军则继续出动，定点清除俄军的重点设施，如不久前乌军的米格29就打掉了俄军另一个无人机操作基地。
这也是近1周来的第2个。加上前面说的乌军对克里米亚俄军补给的打击，也势必会影响整个南部的战事。总之，无论是攻击俄本土，还是在前线打击俄军目标，乌军无人系统的作用已一目了然。为此，乌克兰盟友还送来了更多的支持。据战争研究所报道，英国国防部6月4日宣布，英国将投资3.5亿英镑，计划在2025年向乌克兰提供10万架无人机，直接比2024年的1万架增加了10倍。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还在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宣布，英国将额外拨款2.47亿英镑，通过 Interflex 行动培训乌克兰军队，并将向北约的乌克兰国家军事工会信托基金捐款4000万英镑。据统计，此轮英国提供的援助总价值已经超过6.37亿英镑。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利乌斯则在会议上宣布，在德国财政支持下，与乌克兰生产的第一套乌克兰远程武器系统可以在几周内服役。同日，法国总理办公室也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5亿欧元的财政担保，用于从法国公司购买国防物资和进行联合军事生产。总之，随着乌军不断扩大打击成果，其盟友通过拉姆施泰因的援助正源源不断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还在测试一款名为狼 25D 的近程防空系统。据悉，该武器系统由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联合研制，安装在装甲车底盘上，可同时追踪多达150个目标，适合低空短程作战。防空系统现在仍然是乌克兰紧缺的武器，除了无人机和弹药支持外，他们需要更多能拦截弹道导弹的系统。希望乌克兰盟友能多多支持。据战争研究所报道，6月4日，乌克兰公布了蛛网行动的更多视频，包括乌军无人机对图95、A50、安12以及伊尔78和图22战机超过35次的攻击画面。据6月4日收集的 Max 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别拉亚空军基地至少2架图22和3架图95被摧毁。乌克兰开源情报组织 Avivector 于6月4日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奥列尼亚空军基地至少有4架图95轰炸机和1架安12被摧毁。该组织还评估称，乌军摧毁了7架图95、4架图22和1架安12，并可能损坏了奥列尼亚空军基地和别拉亚空军基地的1架图95轰炸机。不过这评估还是少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约高级官员表示，根据北约的独立计算，其认可了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安全局的说法，已确认俄罗斯受损资产，包括15架图95战略轰炸机、20架图22和1到2架预警机受损，且其中一半已无法修复。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可能知道会被卫星观察，正迅速用机场上未受损的飞机或诱饵模型来替换那些被损坏的飞机，并将它们放置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以掩盖损失。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在俄空军司令不明不白背黑锅的时候，乌克兰陆军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蒂少将主动提交辞呈，宣布为苏梅地区训练场遭遇俄罗斯空袭事件承担领导责任。德拉帕蒂少将在辞呈中说，我决定提交辞去乌克兰武装部队陆军司令职务的报告，这是我个人对第239训练场惨剧的责任感所决定的。这场惨剧导致我方士兵丧生，作为一名司令，我未能完全确保我的命令得到执行。我没有对任何士兵施加压力进行劝说，也没有改变他们对任何士兵的态度，这是我的责任。战士的行为固然重要，但主要责任始终在于指挥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原文。德拉帕蒂少将言辞诚恳，将所有过错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对于这样一份辞呈，泽连斯基并未批准，只是发文说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战争、前线和胜利。可能是在说，当前应该专注打击俄罗斯，只有将其打败，才能为牺牲的战士报仇。据战区报道，瑞典申宝公司正向加拿大推销其生产的全球之眼空中预警机，并可根据加拿大空军的需求，提供雷达及预警技术改装方案，从而强化加拿大空中防卫能量。报道称，尽管全球之眼预警机将面临来自波音17预警机的激烈竞争，但申宝公司在加拿大国防安全展览会开幕前夕宣布，将融合瑞典和加拿大两国的专业知识和品质优势，以满足加拿大采购计划的要求。甚至有需要可将全球之眼预警机的产量提高到每年4架。至于加拿大增强空中防卫力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北极地区争议日益加剧。加拿大为了保护自己及其盟友的战略和经济利益，需要足够强大的空中防卫力量，来密切关注俄罗斯在该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和民用海上活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接下来会站哪里，为战略大反攻进行铺垫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